Hello， 大家好，我是尹白猿，我回来了。玩智能家居的小伙伴，不管玩的是米家还是 HomeKit， 是涂鸦还是 EV 联，但凡想深度优化一下智能场景的，应该都听说过 Home Assistant。那不夸张的说，在所有本地部署的智能家居系统中 ，Home Assistant 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那这个 Home Assistant 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 HA。但是我发现大部分朋友在刚刚产生一点激情，想下决心玩一玩 HA 的时候，基本2小时以内就被它超高的入门门槛给劝退了。说到这儿，其实我想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把 HA 超高的使用门槛给它磨平了，给大家提供一个玩转智能家居的全新路径。想要开始玩 HA， 一个良好的硬件载体是必不可少的。当前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树莓派、群晖、软路由以及各种魔改的 ARM 架构设备。当然 HA 官方也推荐了几个定制化硬件，和你想象的一样，上面这些硬件没有一款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好用。即便是树莓派这种选手，作为 HA 载体的时候，也存在长期使用不稳定、安装软件的流程特别冗长等各种各样闹心的问题。所以设计一款好用的硬件，就是降低 HA 使用门槛的起点。为了更好的理解用户需求，我在国内几个比较大的智能家居论坛潜水很久，甚至还鼓起勇气联系到了论坛里的几位大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根据大家提供的一些信息，结合我自己的使用体验，我总结了一下当前部署 HA 常见硬件平台的优劣势。树莓派是所有硬件中 HA 官方支持最好的，也是目前 HA 官方推荐的部署平台。树莓派功耗低，拥有40 pin GPIO， 外设扩展能力非常强大，用好了可以让 HA 如虎添翼。但同时树莓派系统是安装在 TF 卡上的，在7×24小时运行的场景下，非常考验 TF 卡的素质。群晖或其他 NAS 类的硬件也经常被大家用来安装 HA， 由于拥有良好的 Docker 管理可视化界面，使得 HA 的安装变得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你没有群晖，显然为了 HA 花个大几千就不太合适。而且由于群晖的系统是高度定制化的，对于第三方硬件的支持呢就不太好。比如我就为了让群晖里的 HA 能支持 Zigbee 网关，折腾了很久。软路由型号繁多，用来部署 HA 也是不错的选择。有的软路由对 Docker 的支持比较好，安装 HA 也是比较方便，轻度使用其实还不错。软路由的主要问题是硬件和操作系统都是为了更好的提供路由功能设计的，增强了对网口的支持，但大大削弱了对其他硬件扩展的支持。这就导致在玩一些 HA 扩展的时候，容易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而且我个人也不太喜欢这种 all-in-one 的部署哲学。市面上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存在，就是魔改各种 ARM 架构的设备，包括机顶盒、矿机、外贸机等。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商家已经帮助安装好了 HA 和需要的一切环境，而且在商家强大的售后支持下，小白玩家也能上手 HA。相比之下，这真的是最适合一般玩家选择的方式。但这种设备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 HA 和 Supervisor 频繁的升级，在国内网络环境下容易导致 HA 工作不正常，对外设的扩展性也比较一般。在经过了大量的试用和总结以后，我形成了对硬件设计目标的基本逻辑。一，这应该是一个运行 Linux、支持 Docker 的独立硬件，可以方便的部署 HA 以及 Node-RED、MQTT 等辅助工具。二，应该尽可能好的支持7×24小时使用场景，比如尽可能的降低功耗，供电要足够稳定，集成 eMMC 芯片以提高运行稳定性，以及良好的散热方案等。三，硬件及操作系统应该具有高扩展性，比如保留树莓派的40 pin GPIO， 提供 PCIe 插槽、MIPI 接口等扩展。四，应该支持智能家居常见的各种有线无线的连接方式，比如 WiFi、蓝牙、Zigbee、RS485、232总线等。有了设计目标，具体的实现那相对就容易一些。考虑到设计目标以及我自己的能力范围， ARM 架构的平台几乎就是唯一的选择。目前国内有3家不错的 ARM 架构的处理器品牌，分别是全智、京晨和瑞星微。经过大量的资料查询和综合比较呢，我选择了瑞星微家的 2K3568 作为核心。这颗 CPU 采用了22纳米的制程工艺，4核 Cortex A55 架构，支持 DDR4 内存， 4K 60帧视频编码，支持 PCIe 3.0 MIPI 摄像头显示屏， OTG 和 Host 模式的 USB 接口等丰富的外设，甚至还带了一个 0.8 Tflops 的神经处理单元，
非常适合在物联网场景的使用。确定好 CPU， 先来简单的画一下板子，验证一下设计的可行性。内存选用 LPDDR4 4G 的颗粒，存储芯片采用板载的 eMMC 32G 颗粒。至于接口，把千兆网口、USB 3.0、HDMI 音频口、TF 卡槽这些基本配置都加上。40 pin GPIO、PWM 调速风扇、MIPI 摄像头、双硅麦克风阵列接口，当然也不能少。这里设计了一个 M2 EK 座，可以用来插入各种高性能的 WiFi 和蓝牙双模网卡，比直接板载要更灵活一些。这里直接把 USB 的信号引导到这个板对板的座子上，这样就可以把特别设计的 Zigbee 网关安装到这里，实现了板载 Zigbee 网关，这样比直接插在 USB 接口上优雅多了。这里设置了一个8pin接口，用来支持 RS485 和232通信，再把其他细节补上，设计就差不多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原理图。接下来是漫长的布线过程。电路板的最终效果大概是这个样子。这是一块6层的 PCB， 设计参考了一些 2K3568 的公版方案，其中第1、4、6层是信号层，第2、5层是基因地层，第3层是电源层。为了方便打样，采用了某创提供的6层板阻抗方案。由于板子上元件过多，并且大量的用到了0402甚至0201封装的电容和电阻，所以手焊也基本上就不可能了。那板厂提供的贴片服务就变得真香。有了硬件，还需要对 Linux 系统进行移植。瑞幸微的官方提供了 BSP， 在经过了对 U-boot 和 kernel 的漫长的调试以后，我成功的编译出了能运行的 Linux 固件。把 HA 部署好，测试一下，基本工作没有问题。后续我又测试了一下各种外设，工作基本正常，设计可行性验证通过。到此，这个硬件距离能够稳定的工作还差了10万8千里。其实我一直在强调，之前所有的工作都是在验证设计的可行性。虽然这个硬件已经制造了出来，也没有什么明显的 bug， 但是要让它长时间稳定工作不出错，就很难保证。比如说，我使用的是 AD 设计的电路，但是由于我没有 2K3568 芯片内部的封装数据，所以在进行线路等长设计时，只能考虑芯片外部线路的等长，但严格来讲，应该把芯片内部的线路也要计算进来。再比如，瑞幸微官方提供了基于 Allegro 的内存布线方案，经过了严格的仿真和实物测试，确保内存能够在高频下稳定的运行。在 AD 中，这些数据就没法直接使用了，所以稳定性肯定比不上官方的方案。既然我是为了给大家提供真正靠谱的硬件方案，那这些缺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在今年年初，我组建了一个软硬件团队，把真正对智能家居有热爱的小伙伴们聚集在了一起。正所谓一个人走得快，一个团队才能走得远。在团队的努力下，我们又重新的设计了一版硬件方案。这一版硬件基于瑞幸微的官方数据设计，稳定性、设计合理性、可制造性都大大的提高。新版本的硬件采用8层板设计，信号抗干扰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网口从一个变成了2个，多出来的网口可以用于和远端部署的 Zigbee 网关进行有线通讯，也可以用作部署管理接口。增加了 RTC 芯片和电池接口，以支持在纯内网环境下的授时准确性。增加了 M2 接口，支持 SSD 硬盘插入，存数据再也没有容量焦虑。有了新版本的硬件，配套的系统肯定也要更进一步。目前我正在针对 HA 对配套的系统进行深度优化，很快就会将源码分享给大家。最后再设计一个外壳。SSD 插在 PCB 的背面，贴上散热硅胶以后， SSD 恰好可以贴在外壳底面散热，
使用硅胶片将散热块固定，盖上外壳以后 ，PCB 也可以通过外壳散热。考虑到可玩性、扩展性和日常使用的稳定性，外壳采用了上开盖的形式。当需要连接调试其他设备的时候，打开外壳，所有接口一览无余，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当调试完成需要稳定使用的时候，则关闭外壳 ，PCB 上的所有接口都被保护起来，不容易被损坏。当然，比如你想将测试好的设备挂载使用的话，可以通过前面的槽将接口和外设连通。前脸的4个固定孔位可以将外设固定起来。比如我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像素屏和按钮阵列、麦克风总成，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和接口连接。这里的 iPhone C 和麦克风接口可以驱动按钮和双麦克风。3 pin 的风扇接口我重新写了一下驱动，把这个像素灯的程序也直接移植到了 Linux 里直接运行。连接以后就可以用来显示一些运行时的重要信息，也可以显示你关心的其他信息。最后再把蓝牙 Zigbee 模块接上，把脚垫垫上。看到这里，心急的小伙伴肯定会问了，开源吗？答案是肯定的。我现在正在整理相关的文件，很快之前提到的硬件设计文件、移植系统的源码以及这个外壳的设计文件都会分享给大家。不想错过的小伙伴请关注我一下，能顺便来个一键3连就更好了。看看最终效果。玩 HA 解决了硬件问题，仅仅走出了很小的一步。真正的门槛更多的在于软件，比如在国内使用 Supervisor 部署其他服务不方便，用 HACS 下载第三方插件也是困难重重。想把 HA 配置好，要学习很多的基础知识。想要定制一个好看的设备控制界面，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试错成本。想要在公网直接控制 HA 更是难上加难。现在我正在带领 Hozkit 团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下个视频我来介绍一下软件方面的进展，敬请大家期待。感谢大家的点赞、投币、收藏、转发，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我是 Hozkit 团队的尹白元，一个带你玩转智能家居的工科男。